年身上被绑上了99个铃铛，即使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可他身上的铃铛还是会响个不停。看着面前要将他吃干抹净的男人，少年知道此刻任何的动作神情也只会让男人变得更加兴奋。想到这里，少年认命地闭上眼睛，可男人却一把攥紧手中的锁链，逼迫少年睁眼数清铃铛响了多少下。如果答不上来，他就会在他身上演绎无数遍，直到少年记清楚为止。看着男人病态的占有欲，少年只觉得窒息。果然，容易吃到的海鲜大餐都是满满的陷阱。作为一只新鲜出炉的打工鬼，上班第一天竟然就被这个疯批盯上了。男人左一句宝贝，右一句宝贝的紧追在他身后。宝贝，你这么漂亮，我都舍不得杀你了。少年看着黑洞洞的枪口，被吓得一动不敢动，有些颤颤巍巍地说道：人类，只要放了我可以告诉你逃离这里的线索。男人嗤笑一声：怎么办呢，宝贝？我见到你之后就不想离开了。男人一把抓住少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少年尝试性的挣扎了2下，想化成烟雾赶紧溜走，就感受到头顶再次被冰凉的东西抵住。虽然有些舍不得，但宝贝，你要是敢逃跑，我现在就崩了你。石鱼立刻一动不动，被打了虽然不会死，但是会扣工资。他可不想上班第一天就打白工。作为一直有梦想的鬼，他以后可是要买大房子的，这样才是我的乖宝贝吗？谁是你的宝贝了？石鱼想破口大骂，不过碍于这个男人的枪，只能阴狠地瞪着男人。接着少年被带进了一个屋子里，似乎是这个可怕的人类玩家的房间。刚进屋他就被压在门上，唇瓣感受到一阵柔软。石鱼瞪大了眼睛，不明白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咬自己。问啊，不要啊，他不要被刺掉。少年头发被一阵蹂躏，耳边是男人低沉的声音：张嘴。石鱼才不会听可恶的人类的话呢。虽然力气比不过男人，还强制性的被男人撬开嘴巴，但石鱼还是非常争气的瞪着一双卡姿兰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男人。结束后，男人喘着粗气，看着少年的眼神变得更加痴迷疯狂。宝贝，你连瞪眼都是如此的漂亮。少年这次是真的被吓到了。在打工前就听说有一些玩家很厉害，他们会欺负鬼怪。石鱼当时还觉得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呜，人类果然好可怕。他被男人抱在怀中，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的，露出苍白且精致的锁骨。男人激动地低头吻了下去。宝贝，你不是要找人结婚吗？我们快去结婚吧，然后赶紧入洞房，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石鱼的确想找人结婚，结婚后再把那个人给吃掉，这样他就能完成任务获得小钱钱。虽然这个玩家长得很好看，曾经更是他心仪的人选，但现在他只想快点逃离这里。少年试探性地挣扎了几下，结果漆黑的枪再次抵在了他的腰间。宝贝，别想逃跑哦，我是真的会开枪的。石鱼知道玩家的武器特别厉害，颤抖着声音问道：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做你，当然是成婚啊，宝贝，你不就是找我结婚的吗？男人在桌子上找到了请柬，石鱼在上面看到了男人的名字。宝贝，也写上你的名字吧。石鱼被迫拿起笔，根据规则，如果他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就必须把这可怕的玩家骗进棺材，但他根本打不过这个玩家，绝对不能签名。石鱼握紧笔，直接戳向了抓着自己衣服的手腕。你这个疯子，我才不写呢。石鱼手中的笔带着阴气，戳穿了男人的手腕，鲜血的味道瞬间在房间中弥漫了开来。谢燕下意识的松手，石鱼趁此机会转身就跑，紧接着化成一团黑雾消失了。少年化成黑雾的瞬间，身后一声枪响，银色的子弹穿过黑雾嵌入墙壁中，少年直接回到了装着自己的棺材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吓死鬼了！那个人类实在是太可怕了，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看来得重新换一个目标了。石鱼推开棺材板爬了出来，周围都是墓地，看起来阴森森的让人恐惧。旁边飘来了一只鬼，是同样穿着礼服的女子，女子满脸苍白，嘴唇却泛着鲜艳的红。石鱼有些羡慕，你吃到人了，真好，哈哈哈，运气好而已。这次的目标特别胆小，只是吓唬一下就违规了，然后我就把他给吃了。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把那个人类给吃掉？想到自己面对的那个疯子，石鱼脸都黑了。遇到了一个疯子，他咬了我一口。什么？同事你没事吧？那些人类玩家怎么可能会咬鬼？石鱼叹了口气，然后摇了摇头，没有说话。鬼一般都是不会骗鬼的。女鬼见到自己的同事这么难过，拍了拍他的肩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新来的鬼吧？新来的鬼不熟练也是应该的，我在这里可是干了很久了，你别害怕，我这就帮你去教训教训他。听到老前辈愿意帮自己教训那个疯子，石鱼眼前一亮。真的吗？姐姐谢谢你。客气啥？我们是同事吗？是相亲相爱的鬼。于是当天晚上，女鬼就气冲冲地找上了男人。石鱼拿着小本本跟在后面观摩学习，然后他就看到，在这个副本一直是职业标杆的前辈，在吓唬那个叫谢燕的疯子的时候，竟然直接被那个疯子一枪给崩了，瞬间魂飞魄散的，连渣都不剩。石鱼瞬间整只鬼都不好了，他们被玩家杀了，虽然不会死，但是会扣工钱还会疼，这2个都是石鱼不可忍受之痛。在他思索着该选哪个玩家做目标时，那个男人的视线突然转向藏在墙后的他，男人嘴角立刻扯出了一个笑。宝贝，原来你在这里啊，可真是让我好找呢。他的枪口对准石鱼，石鱼吓得连连往后退。宝贝别跑哦，我会开枪的。石鱼立刻一动不敢动。人类，你想怎样？我想让你过来，让我亲一口。石鱼不知道什么是亲，但是下意识觉得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看着男人一步步的靠近自己，转身就想溜，但这疯子的速度比他还要快，直接站在了他的面前，抓住他的手，没再让他变成黑雾逃跑。石鱼的脸颊再次被掐住，然后嘴唇被封住，紧接着就感觉脸上有热热的东西划过。石鱼觉得怪怪的，想要挣扎，这个疯子却将他抓得很紧。石鱼感觉到自己的嘴被撬开，有什么东西探了进来，他下意识的就想咬下去，脸颊被这个疯子掐着无法闭嘴，只能任由男人手指肆意的搅动作乱。好不容易被男人松开，他想要后退，腰却被男人掐住无法后退。宝贝，亲吻的时候要闭眼张嘴，下次可不能忘记了哦。石鱼什么时候被人类这么调戏过？他很生气，一张小脸极尽扭曲。我是鬼啊，你这么对我，就不怕我杀了你吗？宝贝，你可以试试，看看是你的动作快还是我的枪快。谢燕的枪对准了石鱼的脸，石鱼立刻不敢动了，他能感觉得出来，这个男人的枪很厉害。玩家们在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购买很多能打败他们鬼怪的道具。面前的男人光是枪都这么厉害了，肯定完成过很多任务吧？刚出社会的新人小垃圾遇到了完成很多任务的老油条，打不过真的打不过啊！石鱼发誓，如果这次自己能逃跑，一定再也不出现在这个疯子的面前了。他试着和这个疯子交
涉。你想离开这个副本吗？我可以带你离开哦，这样就不用等到第7天游戏结束了。宝贝，你在这呢，我怎么舍得提前离开呢？可惜了，我只能留在这里7天啊，时间真的太短了。这还短啊？石鱼都惊呆了，他之前听其他玩家说这些时间太长了呢，这个疯子居然还觉得时间短，他难道是真不怕鬼怪吗？宝贝，为了剩下的7天，你能一直乖乖的陪在我的身边，只好委屈你带上这个道具了。谢燕说着，将一个东西戴在了他的脖子上，速度很快，石鱼根本没反应过来，而且他还发现这个男人被他戳穿的伤口居然消失了。石鱼抬手摸了摸脖子，是一个冷冰冰的项圈，上面连着链子，链子的另一头在谢燕的手上。石鱼看到了这个链子的资料，狗的项圈在游戏结束之前，持有者能一直让佩戴项圈者服从任何指令。少年再一次被震惊到，他觉得自己碰上了一个硬茬子。听说 S 级道具在玩家圈里很少有人获得，没想到自己第1天上班就遇到了一个，这到底是该说他倒霉呢，还是该说他幸运呢？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去伤害其他鬼的，那些都是特别照顾他的前辈啊。宝贝，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么漂亮，我怎么舍得让你去伤害其他人？我就想让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而已。这样吧，先试试这项圈到底有没有用，过来亲我一口，宝贝记得要闭眼哦。石鱼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走向谢燕，在对方带着笑的目光中踮起脚尖，亲吻了一下对方的嘴唇。石鱼很生气，倒不是因为亲吻生气，毕竟对于鬼怪来说，亲吻甚至于更加过分的东西跟吃饭睡觉没有区别，他只是在气愤自己的身体居然这么不受控制的听话。这个疯子真的太讨厌了。不过这个疯子似乎不满足于只是淡淡的亲吻，居然再次撬开了他的唇。石鱼拼命的挣扎，然后他就听到了2个字：别动。少年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无法控制，只能乖乖的承受着男人的亲吻。等到对方好不容易满足了，石鱼也彻底的气懵了，他怨恨恶毒的望着谢燕，得到的就是对方的一句话：宝贝，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会心动的。可恶，真的太可恶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么讨厌？石鱼气到发疯，想走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链子的一端被男人牵着，少年只能乖乖的跟在男人后面。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纠缠他？当然是看到宝贝第一眼的时候就彻底的爱上你了。宝贝，我对你一见钟情了，你开心吗？开心个鬼啊！少年最不信的就是人类的话了，他跟着谢燕一起欣赏这个废弃的大宅子，中间还经常能听到其他玩家的惨叫。石鱼听到那些玩家惊恐的叫声，羡慕的不行，应该是这样才对啊，这些玩家应该尖叫才对啊，为什么他的玩家这么的？石鱼握紧拳头，用哀怨的眼神盯着男人的后背，面前的男人忽然停住脚步，石鱼赶紧整理一下自己的眼神，男人转过头的时候，对上的就是少年那迷茫的双眼。谢燕心脏漏跳了一拍，过来亲我一口。少年的身体再次不受控制，主动贴上男人的唇，他的唇瓣被不由分说的撬开，然后再一次的深吻，香喷喷的人类气息就在自己的鼻尖流窜，只能闻不能吃的感觉让他口水直流。人类，好想吃掉人类啊，可是打不过这个人类啊。谢燕亲够了，抹掉他嘴角的水迹，宝贝，要不我们现在就洞房吧？谁要和你洞房了？你这个讨厌的人类，你放了我，我以后不来找你了好不好？我去找其他的人类，这样总可以了吧？石鱼用最大声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面前的男人依旧是笑的，不过声音却格外的阴森。宝贝，以后不要说这种去找别人让我生气的话了，听到了吗？这次只是一个提醒，下次。男人意味不明的冷哼2声，石鱼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赶紧乖巧地点点头，真乖，这才是我的乖宝贝。谢燕愉快地摸摸他的脑袋，我才不要做你的宝贝呢。少年被谢燕牵着翻箱倒柜，人类，你想要知道出去的方法吗？只要你愿意放了我，我可以告诉你出去的方法哦。宝贝，我似乎没有跟你说过找线索并不是为了提前离开，而是为了把这些线索藏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样就不会有其他玩家通关，我也不用提前离开你了。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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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面前男人眼里的痴迷，石鱼只感觉一阵恶寒，他抓着脖子上锁链试探的扯了扯，却发现根本就扯不动。谢燕也不管他，继续翻箱倒柜的找线索。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人类逃跑的声音。石鱼想要出去看看，想看到人类那让他愉悦的恐惧表情，但锁链不够长，根本走不到门口。好在那个人类猛地冲进了这个房间里，男人刚准备关上门，就看到了一身礼服脸色苍白的石鱼，腿都吓软了，还控制不住的尖叫一声。男人转身连滚带爬的想跑，门口却又站着一个穿着礼服的鬼，前有狼后有虎。男人被吓得浑身直哆嗦，别杀我，别杀我！看到这个鬼，石鱼眼前一亮，这不是他的同事吗？在他刚进入这个副本的时候，这个同事特别照顾他，还教他怎么吓唬人来着。虽然现在失败了，追来的鬼看到这房间里居然还有同事，也是愣了一下。他用只有鬼怪能听懂的鬼语说：小石，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些违规的人类就在你的面前，你怎么不吃？是不想吃吗？石鱼赶紧告状，用的也是人类听不到的鬼语。前辈不是这样的，我一直想吃掉这个人类来的，但这个可恶的人类给我用了游戏道具，是让我能够乖乖听话的道具，我根本吃不掉它。什么？那个男鬼听到了游戏道具，也看到了石鱼脖子上的项圈，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可恶的玩家居然敢对鬼使用游戏道具！小石，你别怕，我现在就来救你。宝贝，你和那只丑陋的家伙对视，是在密谋些什么吗？看到外人进来，原本蹲着的男人站了起来，谢燕挡在石鱼面前，让石鱼无法和男鬼对视，手中的手枪对准男鬼。你好丑，长这么丑还跑出来吓人，你真是该死啊！那男鬼才不理会人类的话，没管在一旁原本被他追得累到虚脱的猎物，鬼身径直朝谢燕扑了过去，准备为自己的新同事报仇。谢燕宠溺地看着一旁得意洋洋的少女，毫不犹豫地扣动手中的扳机。石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前辈下线，再次惊恐地意识到了这个男人的强大。冲进来的玩家笑嘻嘻地走到谢燕面前，看到石鱼脖子上的项圈时，一改之前害怕颤抖的样子，一脸谄媚地说道：您是用了游戏道具控制住这只鬼了吗？大佬不愧是大佬，这鬼长得虽然好看，不过只要是个鬼就都该打。男玩家早就对鬼恨得咬牙切齿了，抬起手就想扇一巴掌，结果又听到砰的一声，子弹直接穿过了男玩家的手掌。大佬为什么要打我？在所有玩家的眼里，鬼怪才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谢燕冷笑一声，懒得和这人解释太多，直接给了这个人类一巴掌。他都舍不得打的宝贝，怎么能让别人欺负了？宝贝，吃了他！石鱼在男人说话之前就开始动了，他可不是任人揉捏的面团，虽然打不过谢燕，但拿捏普通玩家
家还不是有手就行。终于饱餐一顿后，少年小脸上露出了艳足的神色。宝贝，喜欢吃人吗？关你什么事？你这个人类讨厌死了。不过要是你愿意给我吃的话就太好了，我的当然要被你吃掉，但只有胃口大的家伙才能吃掉它呢。少年做出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我一定会吃掉你的，宝贝，你吓人的样子也好可爱。说完俯身低头再次吻住少年。石鱼要疯了，他可是鬼啊！这个人类为什么一直要啃自己？亲吻结束，谢燕蹭掉石鱼嘴角的口水。宝贝，我们去结婚吧，做一对真正的夫妇。我不要和你做夫妇。石鱼挣扎着拉扯着自己脖子上的项圈，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实在是太讨厌了，快放开我！宝贝，别说让我生气的话，我不想杀你。石鱼再次被男人强制牵着向前走，破败寂静的城堡中，只听见男人的脚步声。小同事，你怎么了？怎么不杀了这个人类呢？石鱼听到有人用鬼语叫他，下意识的扭头看去，就看到了和他一样装扮的新郎鬼。我被可恶的人类绑架了，他还用系统道具控制了我。新郎鬼见状赶紧跳了起来，同事你等着，我现在就来救你。说完就消失在了窗户边。谢燕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就看到旁边走廊冲出来了一个玩家，快跑！后面有鬼！石鱼看到朝他们跑来的鬼，正是刚刚说要救自己的同事。谢燕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枪，少年赶紧大喊，小心这个人类有手枪。放心吧，小手枪还不能把我怎样。鬼新郎一个极限走位躲过了子弹，直接拽起少年的锁链往外跑，紧接着就听到身后传来的几声枪响。新郎鬼带着少年冲进房间，飞快地跳出窗外，消失在了黑雾之中。再次睁眼，少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墓地里，扭头就看到同样坐在棺材上的同事。真是好巧，我本来准备收拾收拾就死了，没想到出来就看到你了。听到同事今天就可以结束工作拿到工钱，石鱼顿时露出了羡慕的表情。今天就可以死真好呀，我要等到游戏结束呢。不过谢谢你救我了，祝你接下来工作顺利。客气啥？男鬼露出了无所谓的笑，然后表情又变得严肃。不过刚刚那个男人很危险，后面几天最好不要靠近他。少年乖巧的点点头，我知道的，那就这样，我下班了。男鬼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重新合上了棺材，然后消失在了石鱼的面前。有了前车之鉴，少年决定去找弱小一点的玩家结婚。尽管那是些都长得很丑的玩家，少年在古堡里游荡了没多久，就找到了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小男生。石鱼阴森森的叫喊着，冉冉，我的冉冉你在哪？玩家听到声音后吓得躲进了床底。石鱼飘进了房里，假装找了一圈，最后低头看向床底，看着床底露出惊恐表情的玩家，冉冉，我找到你了。少年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低沉而有些耳熟的声音，宝贝，我也找到你了。听到这声音，少年没有转头，毫不犹豫的就想往窗户外面飞，但身后男人的速度更快，一把抓住了他脖子上的锁链。宝贝，你居然想离开我，真的太让我生气了。男人抓着少年脖子处的锁链，硬生生的将人拖着往外走。一人一鬼再次回到熟悉的房间，当房门重重的被关上，少年对上了男人那双满是怒意的眼睛。宝贝，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总想要离开我呢？对上男人的眼睛，石鱼有些心虚。谁叫你老是要欺负我的？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你现在就在欺负我，如果不是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把你吃了。谢燕看着小鬼凶巴巴的瞪着自己，莫名的觉得有些可爱，再次低头吻上了少年。宝贝，你怎么可以这么可爱？谁可爱了？谁可爱了？你们这些人类才可爱呢！我是可怕好不好？我们鬼怪是可怕的。石鱼气的就想去咬男人，但刚张嘴就被塞了一把手枪。宝贝，你要是敢偷袭，我就直接崩了你。石鱼想要吐掉男人的手枪，但男人力道太大，根本吐不出来。石鱼宝贝，我真的好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少年听到人类说想一直和自己在一起，只觉得一阵恶寒。你们人类就喜欢说这些让鬼恶心的话，可别把我和那些人混为一谈，我可比他们强多了，不然怎么会抓住宝贝你呢？还不是因为我还是新鬼，你都是个老玩家了。石鱼在后面小声嘟囔，他以为男人听不到，没想到男人忽然停下脚步，扭头朝他露出了一个超级大的笑容。新鬼，宝贝，这是你第一次当鬼吗？我该不会是你吓唬的第一个人吧？少年一惊，立刻露出了阴森恐怖的表情。你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你给吃了。宝贝，有没有人和你说过你吓人的时候真的特别可爱？少年很恼火，张嘴刚准备咬下去，就看到男人的枪对着自己的头。宝贝，我可不会一味的纵容你，乖乖的陪着我不好吗？石鱼闭上嘴巴，恶狠狠地瞪着男人。谢燕并不怕，迫不及待地往之前写请柬的地方走去。打开门，里面站着一个玩家。玩家听到门轴转动的声响，心头猛地一紧，吓得差点跳起来。后来发现是人类后，才松了一口气。刚准备说话，就看到谢燕身后的石鱼。兄弟，还不快躲起来！你身后的可是鬼啊！少年立刻露出了阴森森的表情，看到眼前的人类被吓得崩溃尖叫。原本被谢燕欺负的气一下子就顺了，他就知道他是个人见人怕的鬼。谢燕不怕他，一定是因为他有病。男玩家叫了一会儿，结果发现可怕的厉鬼竟然没有扑上来吃他，才意识到了不对劲。看到对方脖子上的项链后，立刻了然。大佬，你居然有 S 级道具，能不能带我？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谢燕径直走向床边的桌子，发现桌子上的请柬没了之后，脸色骤变。这上面的东西呢？男玩家眼神飘忽不定，不知道，可能是被谁拿走了吧。谢燕一步步走向男玩家，黑洞洞的枪口抵着对方的脑袋。我问你东西呢？他都说没有了，你干嘛还要逼他？你们人类真的是喜欢自相残杀。宝贝，他说没有你就相信吗？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谁会对你们人类心软啊？我只是觉得他身上真的没有而已。石鱼没好气的说道。那个请柬是他的专属道具，他自然知道请柬就在对面的这个玩家身上，但比起和可怕的谢燕入棺材，他觉得还是面前这个弱小的玩家保险些。对，大佬，我并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请柬。宝贝，你向着别人的样子真是让我很不舒服。谢燕悠悠说完后，果断开枪崩了身前的人类玩家。你们人类自相残杀的样子真是丑陋，那又怎样？弱肉强食罢了。如果他买了复活类道具的话，也不会彻底死亡。如果没有道具呢？那就只能怪他太弱了。谢燕翻出请柬，重新将笔塞进了少年的手中。宝贝，好好签字，签完之后我们一起入棺材。少年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迫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后，请柬的角落泛起一束火光，火光很快的把这个请柬烧掉，最后只有一张字条残留在了桌子上。谢燕随意的将纸条揣在口袋里，你不看看吗？这上面可是有你离开这个副本的方法。没有必要，我都说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现在是副本第2
天，男人带着少年向后山走去。你怎么知道棺材在这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纸条上不是说后山有棺材，很危险的，不要去吗？一般正常人不都把棺材埋到后山吗？就算没有提示，我也能猜到。石鱼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又露出了十分阴森的笑容。都知道后山危险了，你还敢上？看来是真的不怕死。少年刚做出一副恐怖的表情，脸就被男人掐住。宝贝，我都说了，你吓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可爱。你是想让我在这里亲死你吗？石鱼不敢继续说话，睁着一双大眼睛，幽怨地瞪着前面带笑意的男人。余光忽然看到丛林中冒出来了一个幽灵，幽灵正以一种莫名的好奇眼神窥视着他们。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把他带到棺材里吃掉，结束工作！石鱼欲哭无泪，难道是他不想带吗？是他根本就打不过。少年看着好多脑袋从树林中冒了出来，都用阴森森的目光观察他们。这个人类太强了，我打不过。原来你是被抓住了。我记得后山的确有一条可以离开副本的路，同事你等着，我们现在就来救你。石鱼想说这个男人很强，还是不要来了，但看到那么多同事冒了出来，正所谓鬼多力量大，这么多鬼，这个人类还能对付得了不成？石鱼又变得自信了起来，继续用阴森森的目光看着这个人类。谢燕感受到了背后阴森的气息，一转头就看到四周不怀好意的鬼怪。宝贝，看来有很多人阻碍我们入洞房呢。入你大爷的洞房！看到自己这边有这么多人，石鱼也不怂了，直接破口大骂：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就等着被我们吃掉吧！我一定要把你大卸八块！一个鬼朝他们扑了过来，谢燕一枪崩了过去，那鬼死了。石鱼看到同事死之前还朝自己挥手说拜拜，他再次羡慕地看着结束工作的同事，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下班。不过也快了，这个玩家被这么多鬼围着，必死无疑。突然，少年感觉眼前一道白光闪过，男人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激光剑，刺耳的尖叫不停地在墓地中回响。石鱼整个人都是懵的，幽灵同事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整个后山只有他们一人一鬼两个。看着少年呆呆的小脸，男人轻笑地捏了捏他的脸颊：宝贝，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怪可爱的？石鱼默默地闭上了眼，试图和对方谈判：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副本。这个人类玩家就是个疯子，他不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会经受哪些可怕的折磨。我知道宝贝对我好，但我想一直陪着宝贝。少年被堵得无话可说，一人一鬼刚到山顶，就看到了一个人类被带进了棺材里。只见那人类被吓得呆呆傻傻的，又有一个人死了呢。谢燕有些感慨：你不去救他吗？为什么要救？因为他也是人类，你不也是人类吗？我又不是什么圣父，没必要救。宝贝，我们快入棺材吧，我都迫不及待起来了。谢燕看着一排排的棺材，扭头看向少年：哪个棺材是你的？石鱼表示自己才不会和这个讨厌的人说呢。虽然被牵着，但依旧死性不改地露出恶劣的笑容。我就不说，随便你去找，如果找错棺材了，可是会死的哦。宝贝真坏，居然还会和我做小游戏了。谢燕一个个看了过去，最终挑选了一个，是不是这个？上面有宝贝身上的香味，真的好香呀，一下就把我吸引了。石鱼感觉头皮发麻，你不说我就当你默认了。谢燕打开棺材，强制性的把少年丢了进去。少年被迫躺进去，同时还不死心的恐吓道：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吧，待在这里的时间越久越危险，等到最后一天，所有的鬼怪都会来找你的。宝贝，你这是在担心我吗？我好开心啊，谁担心你了？我只想要你这个可恶的人类赶快离开。宝贝，不用关心我，有你在我不怕。石鱼快要疯了，他嘴巴笨，根本说不过这个没脸没皮的男人，只能恶狠狠地瞪着面前的男人。男人脸上依旧是愉悦的笑容，然后关上了棺材盖。喂，你这个臭人类，干嘛呢？别碰我！可恶的人类！在游戏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玩家，还有3个新郎鬼。此时，2只新郎鬼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棺材，感到非常奇怪。这个同事都已经把猎物带进棺材了，为什么还没有把人吃掉？是出了什么意外吗？新郎鬼试探性地敲了敲棺材盖：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鬼！在2只鬼疑惑不解的时候，棺材盖被打开了，里面是一脸不爽的谢燕，还有满脸泪痕的石鱼。男人抱着衣服松松垮垮地披在少年身上：你们是在找死吗？2只鬼被骂得一懵，然后目光移向了男人怀里的少年，用鬼语问道：同事，你还没把这个人类吃掉吗？一说石鱼就委屈的哇的一声哭得更凶了：吃了，我吃了啊，但是吃不下啊，人类实在是太讨厌了，这个工作怎么这么难？那种感觉并不疼，就是怪怪的。身为一只鬼居然被人类压制，真的太丢脸了。看到同事哭了，2个新郎鬼面面相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吃掉面前的人类。宝贝别哭，你哭得让我的心都疼了。新郎鬼看到这一幕都沉默了，试探性的用鬼语问道：同事需要帮忙吗？要，帮我把这个可恶的人类弄死。石鱼又哭得好伤心，谢燕没有办法，只能帮对方整理好衣服。宝贝你怎么能这么委屈呢？明明你也很喜欢的不是吗？喜欢你大爷！宝贝你哪都好，就是这张小嘴让我不是很喜欢，那么好看的嘴怎么可以骂人啊？你这张嘴应该被我亲啊！谢燕刚说完，旁边的2只鬼就扑了上来，男人早有准备的掏出了手枪。少年又眼睁睁的看着同事下线，耳边是男人那比鬼还要恐怖的声音：宝贝，剩下的时间就只有我们2个了呢。石鱼哇的一下哭得好大声：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宝贝，还有1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副本了，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希望你能早点去天堂，真可惜我有很多复活卡。宝贝开心吗？石鱼没说话，就是一直哭。谢燕拍着少年的背温柔的安慰：我这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试着接受我呢？石鱼继续哭：宝贝，这个副本结束之后你会去哪呢？会去其他的副本吗？把副本的名称告诉我，我去找你。谢燕捏着石鱼的脸，看到的就是对方委委屈屈的扑簌簌落眼泪的可怜小脸，一直得不到回答，让男人很暴躁。如果是以往遇到这种嘴硬的鬼，他早就几拳上去让这只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是在面对眼前这个娇娇弱弱的少年时，他又舍不得，只能在最后1分钟恶狠狠地咬破少年的嘴唇：宝贝，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的。紧接着熟悉的声音响起。游戏结束，石鱼回到了工作大厅，看着面前一个个拿了招聘单子正在排队进入副本的奇形怪状的鬼怪们，他知道自己终于回来了，忍不住呼出了一口气，手中的单子变成了一大堆鬼币。虽然过程让鬼痛苦，但是得到钱之后他就很开心了，蹦蹦跳跳的去找了自己的同事，这些都是在之前的那个副本里帮助过他的鬼。谢谢前辈们的帮忙，我成功的拿到了工资了。前辈们面面相觑，对于帮忙还死了的这件事情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维持了前辈们的脸面。小鱼啊，副本就是这样，有些玩家强，
强，有些玩家弱。虽然是你第一次工作遇到了很强大的玩家，但是不代表你以后每次工作都能遇到，知道吗？知道了，前辈。少年也不信之后每次进入副本都会那么倒霉。出了副本后，看着手中的小钱钱，突然觉得鬼生也没那么颓丧。作为一只新鲜出炉的打工鬼，为了赚到更多的小钱钱，少年天天在男人身下忍辱负重，踢脸捏腿咬肚子，疯狂祈祷男人早日上天堂。直到副本即将关闭，石宇以为再也不会见到这个疯批，于是一脚踹开了男人，抱着自己赚的辛苦费果断跑路。少年再次睁眼就发现自己出现在繁华的大街上，周围伪装成人类的鬼怪隐藏其中，不停地用鬼语交流着。你们都换了多少钱？我要活5天就换了1000块。羡慕楼上，我要活10天。石宇也在用鬼语聊天获取信息。他这次的任务是在流感蔓延的世界中扮演一个普通人，并且在存活第10天后被车撞死。一般天灾类型的副本活得越久越煎熬，他这种在前10天死亡的是感受不到痛苦的，就是被车撞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疼。不过为了房子这些都可以忍受。石宇按照攻略走进了一家超市，进入副本后，他的身体变得和人类一样。少年买了30块压缩饼干，他对人类的身体还不太了解，反正只要能吃饱的话就够了吧。接着又买了一箱矿泉水，路过药店时听到里面有声音传来，那位鬼同事要不要来买盒药啊？这是一个流感副本，要活10天20天的同事们记得买点感冒药备着，鬼怪同事可以打8折。店员是用鬼语说的，少年周围的人类玩家并没听到。想到攻略标注的事项，石宇转身进入药店买了3盒感冒药，又在店员的提醒下买了2包口罩。一出门就看到不远处有人开始咳嗽，男人一边咳嗽一边用鬼语提醒着各位鬼同事小心啊，流感已经开始了，我明天就能完成工作了。完成工作就是死亡的意思，得了流感居然2天内就会死吗？为了确保自己能存活到第10天，少年加快脚步准备找个地方住，刚走没几步就感觉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宝贝，真的好巧，居然在这个副本遇见你了。听到熟悉的声音，少年下意识的觉得腰酸腿疼，一转头果然看到了那张恶劣的笑脸，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倒霉，居然还会碰到这个男人。说好的世界很大不会再见的。少年强装镇定，一脸疑惑，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你是哪位？我们认识吗？谢燕看着少年一脸无辜的样子，咽了咽口水。宝贝，你知不知道你的演技很不好？知道自己装不下去了。石宇恼羞成怒，你干嘛？快放开我！你这个人类真是讨厌的很。少年挣脱男人，双手抱着买的物资转身想跑。谢燕怎么可能让到手的鸭子飞走？一把将少年拉回来塞进车中。石宇惊恐地发现车门打不开了，他现在只是个普通的人类，不能像鬼一样瞬间消失。你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宝贝，你果然还记得我呢。男人随手将物资丢到了后座，转头看向身旁的少年。宝贝，这个副本我们也碰面了，是不是说明我们很有缘分呢？有个屁的缘分，我看是孽缘还差不多。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快放开我，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你要怎么不客气？当然是吃了你。石宇扑了过去，张嘴就是一通乱咬，直到嘴里尝到了血腥味，少年才松开口。他看向男人，得意洋洋地威胁道：知道我的厉害了吗？如果你还敢欺负我，我就这么吃掉你。石宇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下意识地想跑，却发现自己被男人死死地按在座位上。宝贝，原来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别着急，我现在就让你吃饱。听了男人的话，少年莫名想到了上个副本在棺材里的经历，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开始大力的挣扎。我不吃了，不吃了，你起来，我要下去。宝贝，说好要吃就不能反悔了，我们回家慢慢吃。少年直接跳到了一旁的副驾，疯狂地按开车按钮，发现自己根本就按不动。放我下车，我要下车。不行哦，宝贝，这个副本我们可是要一起活下去的。我看你买了这些物资，应该是知道马上就有流感了吧？少年窝在角落不说话，你不说也没事，上个副本和这个副本我都遇到了你们 NPC 是可以随意在副本中走动的吗？要不下次你还和我一个副本吧。石宇没好气白了他一眼，真是想得挺美的，这次纯属意外。你已经知道流感要来，还不快好好囤物资？宝贝，这个副本要存活30天，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肯定能带你活到最后。你以为我和你们人类一样吗？我10天后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为什么10天后你会离开？谢燕的心情忽然变得很差，少年笑得很开心，看到男人心情不好他就开心了。被男人带回家后，少年才发现笑容是会转移的。看着朝他走来的谢燕，石宇吓得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你干嘛？当然是让宝贝吃饱呢。别，可恶的人类！混乱一直持续到游戏的第3天，少年早上起来腿酸腰疼直肠暖，心里疯狂咒骂某个可恶的人类。变成人类之后，他的体质就没有鬼怪那样好了。现在这种情况没个2-3天根本缓不过来，一把甩开放在身上的大手，下一秒就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宝贝，想去哪？少年看到男人就来气，抬起颤抖的胳膊，对着男人的脸就是几巴掌。宝贝，大早上的气性怎么这么大？谁惹你不开心了？还能是谁？可恶的人类！石宇艰难的想要坐起来，却被男人抱得更紧。宝贝，你现在也是人类了哟。谁想当人啊？石宇再次挣扎了一会儿，你不去购买物资吗？我已经买了，宝贝别担心，区30天我还是养得起你的，我才不需要你养呢。少年的手指被男人把玩着，感受着人类身上传来的温热，那是他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温暖。石宇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的任务是被车撞死，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要撞他的车，都怪这个可恶的人类打断了他的计划。放开我，快放开我，我要起床，我要出去。宝贝，你应该还没看新闻吧？外面已经有很多人得了重感冒进了医院，我们还是不要出去了，乖乖待在家里哦，我给你做好吃的，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可恶的人类。石宇当然知道现在不能出去，如果不是这个人类强制性带他走，他早就找到愿意撞死他的同事了。人类的身体脆弱得很，如果这时候出去得了流感，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10天。谢燕一脸无辜，怎么能怪我呢？你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是我把你带回家的，宝贝，你应该感谢我呢，跟你回家才是最危险的好吗？石宇气得又重重地拍了拍男人的胸口。谢燕站在卧室门口没有还手，宝贝，你为什么还要出去呢？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你不愿意说，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少年瞪着谢燕一语不发，两人对峙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石宇忍受不了，重新躺在了床上。这个人类实在是太讨厌了，讨厌又可怕。男人见少年趴下了，伸手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宝贝，想说什么就说，我会替你保密的。男人将少年的脑袋从被子里扒拉出来，结果就对上了一双
泪汪汪的大眼睛。谢燕一下就慌了，宝贝为什么哭了呢？我明明没有凶你啊！石鱼无声的流着眼泪，只觉得这个人类坏死了，再次咬住了男人的肩膀，这次咬得格外的用力。我要出去，可以，但要把原因告诉我。你这个混蛋还说可以解决，宝贝，把你想要出去的原因告诉我，我们一起解决。少年气得直喘粗气，又准备流眼泪的时候，门口的铃声忽然响了起来，两人同时闭上了嘴巴，对视一眼。少年同时也听到外面传来的鬼语，里面有鬼吗？石鱼听懂了，但没有说话。一般进入生存副本的 NPC 鬼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会主动和别人说话，都是有任务在身上的 NPC 鬼。正所谓做鬼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等自己遇到事情了，也可以去麻烦别的鬼。少年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回答时，外面的人又继续说道：“请问能给我一点药吗？小区已经被封锁了，但我弟弟得了感冒。”两人站在门口静静的听着，谁也没有回应。外面的敲门依旧在继续：“请问能给我一点药吗？求求你们了，给我点药吧，我弟弟要不行了，他对我真的很重要。”谢燕对着猫眼往外看了一眼，少年好奇也跟着凑过去看。门外的女子他很熟悉，是上个副本帮他报复谢燕的小姐姐，虽然最后被反杀了，不过石鱼还是很感动的，他一直想要找机会感谢来着。少年用鬼语问道：“姐姐，你真的需要感冒药吗？需要的话，我现在就给你拿。”外面的人听到鬼语愣了一下，也用鬼语回道：“不需要，我那个弟弟反正今天就要死了，只是任务要求我是做一个好姐姐，所以不得不去帮他讨药。不过我怎么感觉你的声音那么熟悉？是我啊，我是石鱼，上个副本你帮助过我的，好巧，我们又进入了同一个副本。我记得这里好像是一个人类的家吧？你怎么会在里面？我又遇到了那个可恶的人类，我现在急着出去找人，在10天后撞死我，但这个人类不让我出去，麻烦得很。10天后吗？那我可以，我的任务是存活20天，到时候我可以开车撞死你。真的吗？太好了，谢谢阿夏姐姐。”此时石鱼听到外面的咳嗽声，阿夏姐姐你感冒了吗？好像是的，你别担心，一会儿我去药店买点药就好了，我这里有药。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之前有一个得了流感的鬼在第2天就结束工作，你还要活很久，还是别出去了。短短1分钟，两人就用鬼语交流完信息。少年看向身旁的男人，我要给外面的人拿药。宝贝，看不出来啊，你的心地这么善良吗？石鱼的心地才不善良，但这个姐姐帮了他，他自然也要帮助这个姐姐。你放我下去，我要拿药。我们是邻居，邻里之间应该互帮互助才对。男人看着少年一脸执拗的样子，不由得叹了口气，强行给少年套上防护服，又将两人身上喷满消毒液才打开门。门外的女人看到全副武装的两人愣了一下，刚咳嗽2声就被谢燕喷了几下消毒液。阿夏惊呼一声，狼狈后退几步。姐姐，这是药，你一定要吃。阿夏点点头，拿了药就跑，边跑边用鬼语说着：“我就住在你们楼上，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男人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姐姐，你居然会叫她姐姐？她比我大，肯定要叫她姐姐啊。那我也比你大，怎么没听你叫我哥哥呢？”石鱼不屑地朝男人翻了个白眼，懒得和某人一般见识。我不喜欢你这样叫别人，下次不许这样叫了，听到了没有？不然……男人突然恶劣地笑了起来，看向少年：“你应该不想体验一下吃到撑的感觉吧，宝贝。”少年早上起来后面火辣辣的疼，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他今天就要死了，真的太好了，终于不用被可恶的人类强迫着吃肉了。颤颤巍巍地爬去洗澡，激动得快要哭了。等下出去被车撞死后，他也终于不用再被疯狗咬了。人类的身体真是太弱了，每次吃完没多久就会晕过去。宝贝，在干嘛呢？石鱼听到声音，下意识的腰酸腿疼，没好气地说道：“洗澡啊，你不是听得到水声吗？我是让你给我开个门，我们一起洗。”少年想到之前自己信了男人的鬼话，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场景，不要，我今天要出去，不能再胡闹了。宝贝，你要去哪？外面很危险的。宝贝，我们不能出去哦，我就要出去。少年说的超级坚定，洗完澡后走了出去。男人面带笑容的拿出吹风机，宝贝过来，我给你吹头发。石鱼走过去坐下，还将手表摘了下来，这个还给你，以后不要随便把这么重要的物资给别人。还好遇到的是我，如果是别人早跑了，我买的压缩饼干都没吃，留给你了。谢燕抓住石鱼的下巴，宝贝，我怎么感觉你在处理后事呢？想到自己今天就要死了，少年决定不再唯唯诺诺，恶狠狠瞪了男人一眼。对啊，我今天就要死了，你这个可恶的人类自己过去吧。他甩了一把已经干得差不多的头发，飞快地开门跑了出去。宝贝，我可不允许你死哦。石鱼努力伸长胳膊将门打开，走的时候还朝对方略地吐舌头，反正今天就要死了，口罩消毒什么的都无所谓了。宝贝，你真的让我很生气。石鱼和阿夏约的是中午12点，街道上空荡荡的很安静，他没有穿戴任何防护措施，幽灵似的在十字路口来回飘荡，等着来一辆车把自己撞飞，然后愉快地领饭盒下线。作为一只和谐有爱、乐于助人的好鬼，虽然最近几个副本都遇到了某个疯子，导致任务无法完成，连奖金也被扣了大半，尽管如此，在面对可爱小同事的要求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流感第10天，阿夏早早准备好车辆停在路边，等着送上门的小同事。另一边的石鱼在十字路口飘来飘去，终于看到不远处开来了一辆车，少年眼前一亮，大步朝车辆跑去，开心地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紧接着忽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撞击，少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撞飞，和车内的阿夏错愕的对视，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扑来的谢燕，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到底在做什么？宝贝，我不允许你死。石鱼从地上跳了起来，看着重新开回来的阿夏扑了上去，不行，今天我必须死，我一定要死。谢燕粗暴地拉着人往回走，宝贝，你真的太让我生气了，可恶，放开我。少年疯狂挣扎，眼睁睁地看着汽车在自己身边来来回回，阿夏姐姐快开过来撞死我们。谢燕掏出手枪直接爆胎，然后暴力破开车门，将人拖了出来扔到地上，你们果然趁我不注意勾搭在了一起，说说吧，为什么要撞他？阿夏咬牙不说话，用鬼语和石鱼道了个歉，转身就跑。男人冷笑一声，掏枪就想射击，别打他，别打他，我跟你回去。谢燕再次重重地打了一下石鱼的屁股，回去再慢慢收拾你。一进门，石鱼刚准备解释，就觉得脸上被喷了很多水，把衣服脱了。少年乖乖地脱掉衣服，任由男人在自己身上喷着消毒液，去洗澡。少年不敢说话，转身噔噔噔跑去洗澡。谢燕将两人的衣服处理掉后，坐在沙发上，周身围绕着阴郁的气息。石鱼洗完澡后慢吞吞地出来，看到男人的表情时，他有些怂，他知道这个人类现在很
很生气，但有什么好生气的？明明要死的是他。过来，趴我腿上。石宇有些懵，不过还是乖乖的走了过去。谢燕二话不说的脱了裤子，一巴掌拍了下去。少年混着牙印的白嫩皮肤立马泛起了红。你干嘛打我？因为你不听话。男人再次拍了一下。我哪里不听话了？不听我的话还敢随便跑出去？那还不是因为我想要离开这个副本吗？啊，我允许你离开了吗？少年不敢置信的看着男人，明明这是他的身体，这个可恶的人类凭什么管他？忽然石宇意识到一件事，他为什么要这么怂？之前为了狗命活到第10天，所以唯唯诺诺的听话，但现在他随时都可以死了，他就该重拳出击了才对。反正任务奖励也拿不到了，只能赶快回去拿全勤和日薪，然后赶紧去下个世界。流感生存副本中的5天约等于外界的1个小时。石宇虽然是鬼，但好鬼也不想加班的。我凭什么听你的啊？你和我是什么关系？你这个可恶的人类别随便攀咬，快放我出去！宝贝，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你吃我的用我的，我还日夜操劳的照顾你，你现在说我们没有关系？谢燕这次没有收着力道，一巴掌重重的拍在少年身上，石宇疼得浑身都在发抖，张嘴刚想骂2句，忽然感觉喉咙痒痒的，紧接着就控制不住的咳嗽2声。男人脸色骤变，拿出空间中的药片，又拿起水杯递到少年的嘴边，赶紧吃了。石宇没有喝水，直接把药吃了下去，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开来。少年张嘴就要吐出去，却被男人捂住。喝水！男人大喝的声音将少年吓得一个哆嗦，他弱弱的将水喝了，将苦苦的药给吞了下去，整张小脸都皱起来了。这个副本不许提前死，不然。男人冷笑一声，没继续往下说。石宇不服气的反驳：这是我的命，你凭什么管我？刚说完就咳嗽了几声，又吸了吸鼻子，没让鼻涕流出来。凭我是你爱人，谁承认了你这个可恶的人类？话没说完就咳得一发不可收拾，眼泪鼻涕都流了出来。好难受，让我死！呜，我不允许！谢燕飞快的给自己戴上口罩，又拿了2粒药塞进少年嘴边。石宇疯狂推拒：我不吃，好苦，我都这么难受了你还凶我，你这个人类真讨厌！谢燕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道歉，是我的错，我和你道歉，就是你的错，对，我的错，对不起。那你让我去死？不行，我不允许你离开这个副本！石宇气的对着男人又挠又抓，谢燕也不躲，胸口被抓破了也没有松口。晚上石宇没有胃口吃饭，一直在咳嗽，他泪眼汪汪的躺在床上，觉得这个人类坏死了。等到凌晨，石宇开始发烧，浑身上下都开始不停的冒冷汗。医院现在可是传染病的重灾区域，根本不能去。谢燕只能根据网上说的方法来做，先给少年喝点温水，又用酒精擦拭身体，摸着居高不下的体温，不断的重复着降温的操作，直到天快蒙蒙亮了，不停咳嗽的少年才迷迷糊糊的睡过去。谢燕将人抱进怀中，感受着怀中少年那滚烫的温度，只是没一会儿少年又被渴醒，他又准备喂药。石宇这段时间已经被苦怕了，说什么都不吃，弱弱的捂住自己的嘴巴，先喝水就不苦了。谢燕语气温柔的哄着石宇，重新躺在床上小声抱怨道：如果你让我死了，我就不用受这种罪了，不许说死，我想离开这个副本，我不允许。石宇不停的咳嗽和吸鼻子没有回话，觉得这个人类坏死了，老是欺负他，本来就因为咳嗽老是流眼泪水，这下子眼泪水流得更欢了，整个人看起来楚楚可怜。我想要离开这个副本，我们能连续2个世界都遇到已经很幸运了，宝贝就不能多陪陪我吗？我不想要陪你，我讨厌人类，宝贝别说那些让我不舒服的话。石宇有些怕男人，就开始拼命的咳嗽和流鼻涕，胡他一身暗戳戳的报复，我要传染你，让你也生病，那就要看宝贝有没有这个能力了。副本第12天，少年开始上吐下泻，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副本第13天，少年烧的神智都开始迷糊了，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我要离开副本，好不好？我没有力气了，好难受呜。谢燕沉默了几秒钟，掏出了手机，你等我一下，我去一趟医院。男人说完转身便走，门被上了锁，整个屋子里就只有他一个。石宇艰难地撑起身体，趁那个男人不在，他得赶快离开这个副本，实在是太难受了，他要受不了了。而且鬼怪不能自杀，他只能出去找死。突然门口的铃声响了起来，石宇没有说话，慢吞吞地挪到门口，再看到是阿夏时有些惊讶。外面的阿夏用鬼语问道：小鱼你在里面吗？我看那个人类离开了，你是不是还活着？少年咳嗽了2声，打开了门。你被传染了。少年再次咳嗽了2声，杀了我吧，你不准备活过这个副本吗？任务失败没有奖励了，我不想活了。石宇虚弱地坐在地上，不是我不想杀你，但你的那个朋友，我感觉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总之是个很危险的人，如果我杀了你可能也活不长了。石宇也不想让阿夏为难，没事，我自己想想办法吧。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像这种生存游戏还有一个隐藏任务，只要活到第30天就有1900的鬼币。石宇听到还有任务奖励，眼前一亮，不过很快就按了下去，我现在1天都活不下去了。阿夏想了想，我的攻略上说了，在第15天会有一种药剂出现，只要注射了就能免疫流感，我把地址留下，你可以让那个厉害的人类去拿，谢谢你，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就和我说，我会帮助你的。阿夏闻言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我的食物只能支撑到第15天，能麻烦你再给我5天的食物吗？压缩饼干就行了。可以，但吃的不在我身上，等那个人类回来再给你吧。石宇的脑袋又开始昏昏沉沉了起来，神智开始不清晰。目送阿夏离开后，艰难地关上了门，他挪动着身子，抓紧手中的字条，想要重新躺在床上，但是刚走几步，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这是一支能治愈一切疾病的药剂，却让曾经繁华美丽的城市沦为地狱。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人们前赴后继的脚步，只因在流感蔓延的世界中，他是10亿感染者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为了抢夺药剂，男人带着自己的宝贝踏上了这片充满血腥与杀戮的土地。此时少年虚弱地躺在床上，听着外面不断响起的枪声，再次觉得男人是个奇怪人类，竟然会对一个讨厌他的鬼怪都这么好。直到天黑，枪声才渐渐平息下来，少年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谁在摆弄自己，他艰难地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片漆黑，身体稍微动弹了一下，才发现自己被男人抱在怀中，耳边是持续不断的枪声，以及男人疯狂跳动的心脏和那粗重的喘息。之前临时组队的队友全都没了，只剩下2人边跑边杀。在防护罩剩下最后10分钟时，男人终于冲到了研究所内部，研究员在门内瑟瑟发抖，不论外面怎么叫都没人开门。
谢燕再次掏出一颗手雷丢了出去，她站在门口，身上全是鲜血，对着里面的人喊道：“把药剂给我！”研究室内没人敢出声，直到一个中年人看到不停咳嗽的少年时，眼神才有些松动。谢燕趁着空档将冲上来的人再次送走，而对于同样有防护罩的玩家，就冲上去赤手空拳的搏斗。此时2支药剂被送了出来，男人拿到后直接将针剂推入少年体内，注射药剂后的少年身体一颤，咳嗽停止后就晕了过去。谢燕见人晕了，没有第一时间使用药剂，转身带着少年杀了出去。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研究室上，两人不费吹灰之力的逃了出来。男人回到酒店，发现少年只是睡着后就松了口气，把仅存的1支药剂放进了空间，将少年清洗一番后就抱着人睡下。副本第16天，石宇醒了，整个人神清气爽的。人类的身体真是太脆弱了，之前好几次他都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叫，他知道这是饿了的表现，俯身熟练的摘下男人的空间手表。谢燕在少年动身的一瞬间就醒了，石宇摘掉手表后看了男人一眼，刚好和对方对上了眼。少年有些尴尬，嘿嘿的笑了几声。我饿了，饿了就吃吧，宝贝，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石宇一边津津有味的吃一边说，我觉得我的身体好的不得了。那就好。谢燕看向窗外，此起彼伏的枪声还在不断响起。先吃吧，吃完了我们就赶紧离开。少年点点头。酒店虽然没什么事，但是外面已经彻底乱了，只要街上有人冒头就会遭受攻击。两人的车也被子弹射穿，男人将少年紧紧护在怀中。从枪林弹雨中冲出后，石宇才从恐惧中回神，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你受伤了？谢燕毫不在意，确认少年没受伤后才松了一口气。我没事。怎么可能没事？人类的身体最脆弱了。谢燕无奈地看了少年一眼，看来你对人类的误会很大呢。明明就是人类的身体太麻烦了，吃喝拉撒也就算了，居然这么轻易的就感冒了，真是脆弱的不得了。谢燕没说话，徒手从伤口中将子弹抠出来，简单的给自己消毒包扎之后，又换了一辆车继续赶路。石宇看着路旁不断后退的景色，我们去哪？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副本第17天，少年看着眼前的别墅有些懵，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到这里？你那时候会耐心的陪我开车到这里吗？石宇沉默了，如果是那时候的他，恐怕会直接夺过方向盘。少年跟着男人进入了别墅，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一下被男人扔进了沙发里。你干什么？石宇刚撑起身体，看到的就是男人一边脱下衣服一边朝自己走来，脸上是温柔又恶劣的笑容。宝贝，现在已经安全了，那我们就做夫妇之间该做的事情吧。石宇有些惊恐地看着逐渐靠近的男人，为人类，我警告你不要靠近。副本第20天，这几天石宇除了吃饭的时候会去餐桌，其他的时间都在睡觉。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彻底的累死在床上的时候，身上的男人忽然咳嗽了一声，少年立刻闭上了嘴巴，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你生病了？谢燕捂住嘴巴咳嗽了2声，同时将少年搂进自己的怀里。是啊，宝贝，你要照顾我吗？石宇想起之前被无微不至照顾的样子，轻轻哼了一声，我才不会照顾你呢，反正你死了也不会真死。紧接着就站了起来，找到一个自己吃过特别苦的药丸，扒拉出一颗直接塞进男人的嘴里，快吃吧，苦不死你。谢燕笑了一声，面不改色的将药咽了下去，紧接着就是更加剧烈的咳嗽。可能副本快结束了，所以现在只要是没注射针剂的人都会感染，那你不就要死了？谢燕躺在床上盯着少年，如果宝贝照顾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死，我才不会照顾你呢，你死了最好，这些吃的全部都是我的了。谢燕笑了2声，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你别说话了，快休息吧，快闭上眼睛睡觉。石宇伸手就去捂男人的眼睛，却被人反手搂进怀中。之前注射药剂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除了想睡觉之外没什么感觉。这样啊，男人喃喃2声，一边咳嗽着一边从空间中拿出了那管药剂，又将手中的手表给石宇戴上。你居然有药剂？你骗我！宝贝，我什么时候说过没有了？石宇看着男人咳到脸色发红的样子，只觉得这个人类讨厌死了，老是逗他。好了，不要生气，一会儿我肯定也要睡1天了，这段时间你就先吃着面包将就一下，等我醒了就给你做好吃的。知道了，啰里啰嗦的。谢燕将针剂打了进去，瞬间闭上眼睛。石宇给男人盖上被子，躺着看了男人一会儿，这个人类很帅，看着就让人想要饱餐一顿。想着想着，石宇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干嘛要听这个人类的话？现在这个讨厌的人类睡着了一动不动的，此时不跑更待何时？石宇踢踏着拖鞋激动地跑了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后，如同脱缰的野马撒了欢似的溜达了一圈，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了一件事，他没有钱，也不会开车，更不知道现在还能去哪里。少年呆滞地站在别墅门口，清凉的微风吹过，他打了个哆嗦，赶紧从空间里掏出来了一件衣服穿上。其实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的，虽然晚上睡觉会费劲一点，但好歹有吃有喝还有人伺候，憋屈就憋屈吧，不要和小钱过不去。石宇走到别墅门口，伸手推了推门，发现竟然没推开。少年凄凄惨惨戚戚地坐在门口，吹着外面的冷风，第一次后悔自己离开那个人类的身边。如果自己没有离开的话，此时他应该会躺在柔软的床上，抱着巨大的人形热水袋，甚至还能生疏地调出电视台看喜羊羊。但他现在只能看着千篇一律的草坪，在外面吹着冷风，吃着干巴巴的面包。石宇想要从窗户里翻进去，却发现所有窗户都经过特殊改造，不论他怎么锤都锤不开，还把自己的手给锤疼了。少年重新坐回门口，看着逐渐变暗的天色，石宇又给自己加了一件衣服，最后索性把所有的衣服都掏出来给自己做了一个窝，直接睡在了门口。副本第21天凌晨，男人猛然从梦中惊醒，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的宝贝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溜走了。扭头一看，果然没有看到让自己身体发热的少年。他赶紧爬起来，在房间各处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那道熟悉的身影后，呼出了一口气，颤抖
抖地捋了一把自己的头发，看了一眼时间，自己只昏睡了6个小时。这里离城市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如果少年是走路离开的话，自己说不定还能追上他。男人毫不犹豫地穿上衣服出去找人。外面的天蒙蒙亮，他刚打开门，就发现自己的门有一坨衣服，一张漂亮的小脸缩在成堆的衣服里，看着睡熟中的少年，谢燕的心脏就开始疯狂地跳动着。男人弯腰将食鱼从衣服堆里抱了出来，感受到了冷空气。少年哼哼唧唧地往男人怀里钻，你也知道冷，趁我睡着的时候离家出走，怎么没冻死你呢？谢燕很想胖揍少年一顿，但是见对方睡得很香，又下不了手。当食鱼再次醒来，就看到男人站在床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说说吧，为什么要跑？少年尴尬地笑了2声。如果我说是去外面散散心，你会相信吗？谢燕冷哼一声，下次再敢跑，我就让你下不来床。食鱼心里憋屈，面上还是笑眯眯的。好的，我一定不跑的。看着少年敢怒不敢言的模样，谢燕心中好笑。接下来的时间，两人都是甜甜蜜蜜的过着，每天都从床上丢下来3盒。男人找的地方很隐蔽，根本见不到人，只能偶尔从新闻里了解到一些情况。随着病毒加剧传播，没有注射药剂的人陆续倒下，街上到处都是炮火轰炸的痕迹。副本第30天，想着马上就要离开副本了，少年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样子，顶着满身的印记和红痕，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看着身下的男人。你就是一个可恶的人类，讨厌的人类，超级无敌大坏蛋，等我下次变回鬼了，我一定要第一个吃掉你。